没有它的微型胶囊，无数癌症患者将失去生命；没有它的即时通讯，人类社交将被改写；没有它的沙漠滴灌，世界将多出无数饥民。这个仅占全球0.2%人口的民族，硬是狂揽220多枚诺奖。它与中国建国仅差1年，猜猜这是哪儿？很多时候，我们在喧嚣的纷争中，容易迷失在对与错的执念里。在这里，我们不谈是非，只愿为你挡下那些嘈杂，还原一段或被遗忘的历史，讲述那些正在发生的故事。我们关心每一个平凡的灵魂，感受他们独特的有趣与温暖。欢迎收看三水带你看世界，咱们一起用30分钟了解一个国家。想象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国际公认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的贵州省，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的大小。如果你开车从它的最东边到最西边，只需要不到2个小时；从最南端到最北端，也就是半天的车程。在这个弹丸之地上，有1半以上的面积是极度缺水的荒漠。更要命的是，它所处的位置。建国70多年来，它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从宣告建国的那一秒起，它就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对包围之中。周边的邻居不止一次地宣称要把这个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按照常理，拿了这样一个地狱级生存难度的剧本，这个国家大概率会在历史的尘埃中苦苦挣扎，甚至早该灰飞烟灭。但现实却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它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异常耀眼。它的人均 GDP 位居世界前列，它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公司数量曾一度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这个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有14人，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民族或血统来算，竟然高达226人。它把沙漠变成了欧洲的冬季菜篮子，它被称为全球具有活力的初创之国。然而当你真正走进它，你会发现高科技的光环和强大的军事机器背后，掩藏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社会裂痕。世俗与宗教的缠斗，历史创伤与现代生存的博弈，和平的渴望与无尽的流血冲突。今天就让我们用10个篇章拨开弥漫在中东上空的硝烟，带你真正看懂这个充满矛盾、极度撕裂却又硬刚到极致的国家——以色列。第1章：流蜜与流金之地，从没油的孤岛到有气的土豪。我们常说中东是富得流油的地方，随便在地上挖个坑，可能都能冒出黑色的黄金。但是当年摩西带着犹太人在西奈半岛的沙漠里转悠了40年，最后终于找到了上帝口中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结果他们尴尬地发现，上帝似乎跟他们开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玩笑。整个中东就以色列脚底下没有石油。在建国后的头半个多世纪里，以色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能源孤岛。你想想，周围全是对你虎视眈眈的帝国，而你国内发电用的煤炭和石油居然几乎100%要靠进口，这在战略上简直是致命的软肋。只要别人掐断你的海上运输线，整个国家几天之内就会陷入瘫痪。为了找油，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把国土翻了个底朝天，结果挖出来的除了石头就是沙子。但是命运的齿轮在进入21世纪后突然转动了，陆地上没有，那就去海里找。2009年到2010年，以色列在地中海东部的深海海底接连中了超级大乐透，特别是距离海法海岸大约130公里、水深达1500米的地方，探明了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天然气田利维坦。利维坦在圣经里是代表深海巨兽的名字，这个气田也确实是个巨兽，它是全球少有的巨无霸式的海上天然气发现，可采储量高达22万亿立方英尺。这下子剧情彻底反转了，以色列不仅自己家做饭发电不用愁了，甚至摇身一变成了中东的能源出口国。你敢信吗？曾经为了能源四处求人的以色列，现在开始把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地卖给曾经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邻居埃及和约旦。这不仅仅是赚几个钱的问题，在尔虞我诈的中东棋局里，经济利益的深度绑定往往比一纸和平协议管用得多。以色列用深海里的天然气硬生生地为自己编织了一件隐形的地缘政治防弹衣。从没有油到有底气，以色列的第1场逆袭是从地中海的海底开始的。第2章：仙人掌上的花朵，虎刺帕与全民焦虑症。要读懂以色列人的性格，你得先认识一种植物——仙人掌果。在希伯来语中，它叫萨布拉。今天超过80%的以色列犹太人都是本土出生的，他们骄傲地称自己为萨布拉。为什么用这个词？因为这种果实外表长满了坚硬的尖刺，粗粝扎手，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只要你剥开它，里面的果肉却是极其甜美、柔软和多汁的。这就是典型的以色列人，表面上粗鲁、直接、脾气火爆，但内心却极度热情、重感情。
在以色列的街头，你很少能看到那种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寒暄。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社交文化，叫做塔赫列斯，意思是别废话，捞干的讲。如果你在特拉维夫问路，对方很有可能会直接拉着你的胳膊把你拽到目的地。这种性格底色孕育了以色列的终极文化密码——胡斯帕。这个词儿很难用中文准确翻译，它大概混合了胆大包天、厚颜无耻、敢于质疑和绝不盲从权威的意思。在以色列的企业里，等级观念被无限淡化。如果你是个刚入职的小职员，你完全可以直呼 CEO 的大名，甚至在开会时当众指出：“老板，你这个决定蠢透了。”在他们看来，失败不可怕，不敢试、不敢挑战权威才丢人，而且老板会真心听取各方的意见。这要是在中国的某些企业里，领导的一句话就是“权威哪怕是蠢透了的命令”。在职场上流传着一句谚语：领导说你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咱们再说回以色列，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带刺的性格呢？因为在这个国家没有所谓的岁月静好，这种狂野生命力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甚至可以说是病态的危机意识。在这个国家，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装着一个警报器。历史的惨痛记忆加上现实中随时可能飞来的火箭弹，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个道理：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当防空警报拉响，你不会看到人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惊慌失措地哭抢，他们会熟练地拿起手机，端着没喝完的咖啡，互相搀扶着走进防空洞。这里是他们流浪2000年后最后的堡垒，所以他们像仙人掌一样，在最缺水、最干旱的绝境里长出了一身尖刺，拼命地活下去。第3章，文明的断层与延续，2000年的便携式文明与至暗时刻的光。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时钟拨回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强盛的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曾在这里建立了辉煌的圣殿。然而繁华总是短暂的。公元70年，残酷的罗马大军攻破了耶路撒冷，一把大火摧毁了第2圣殿。从那一天起，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主权国家彻底覆灭。犹太人被迫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最悲惨的大流散。他们被驱赶到欧洲的冰天雪地、北非的酷热沙漠，成了到处被人嫌弃、被人驱赶的无国籍盲流。失去了土地，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通常意味着文明的彻底消亡。但犹太人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完成了文明的云端备份。既然带不走土地，他们就把国家的记忆、律法、信仰和知识全部打包，写进了塔木德和各种经卷里，随身携带。这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便携式文明。这里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考古故事。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一个悬崖边，一个叫穆罕默德的贝都因族牧羊少年，为了寻找一只走丢的羊，无意中向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扔了一块石头。他没有听到羊叫，却听到了一声清脆的陶罐碎裂声。他爬进山洞，发现里面藏着许多古老的陶罐，罐子里装着羊皮卷，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死海古卷。这些古卷是被2000年前面临罗马大军围剿的犹太人匆匆藏在山洞里的。谁能想到2000年后，当这些历经沧桑的文字再次重见天日时，恰好是以色列即将复国的前夕。历史仿佛在这里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闭环。在这2000年的漫长流浪中，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一页，无疑是2战期间纳粹发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600万犹太人被纳粹法西斯所杀害，相当于当时全球1/3的犹太人口。然而，就在地狱般的集中营和暗无天日的隔离区里，这个民族依然爆发出了一种令人敬畏的不屈精神。即使每天都面临毒气室的威胁，他们依然会冒着生命危险，在发霉的阁楼里秘密教孩子认字、背诵律法，甚至用仅有的一点点土豆泥代替面团，揉成小巧的形状，插上灯芯来迎接安息日。因为他们深信肉体是可以被毁灭的，但只要精神的火种不灭，文明就不会死亡。说到这段历史，就不得不提那部震撼世界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纳粹党员奥斯卡·辛德勒在狂热的杀戮洪流中良心发现，倾尽家产买通纳粹军官，硬生生从死神手里抢回了12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电影中有一句源自犹太经典塔木德的台词It's Hebrew from the Talmud. It says,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直击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救人一命，急救全世界。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你会看到辛德勒长眠于此。他的墓碑上没有鲜花，却堆满了石头。在犹太传统中，鲜花会枯萎，但石头永存。那些被他救下的辛德勒犹太人及其后代，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永远铭记着黑暗中的那一缕人性之光。正是这场大屠杀的极度创伤，彻底击碎了犹太人寄居他乡的最后一点幻想。
它成为了现代以色列建国最直接、最猛烈的情感催化剂。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回归。当他们在1948年带着满身无法愈合的伤痕，终于回到了这片祖先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国家之时，他们迎来的不是和平的掌声，而是四周邻居手拿刺刀的寒光。